千万不要签啊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哪来的字啊？秦鹤爷只是表面同意离婚而已啊！别看秦鹤爷扣子扣到最后一刻，跟老干部似的，僭越又保守。但如果石宁敢签字，他会立刻黑化翻脸，把石宁囚禁起来，余生日日折磨。石宁最终不堪折磨，反杀秦鹤野，而自己也落得被挖心挖肝、惨死他国的下场。原来我是一本霸总强制爱小说里的角色，眼前的弹幕是读者的评论，弹幕里说的悲惨下场。不，我不离婚了。不离了？不离了。离什么离啊？保密要紧啊！你自从嫁给我那天起就期盼着离婚，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天好脸色，怎么突然不离？那个，我都被你强行睡了，没有清白了，就干脆不离了吧。石宁这大黄丫头失忆了，明明昨晚是她在酒吧被人下药，秦鹤野及时赶到，把她带回家。她药劲上来了，求着秦鹤野睡台。石宁还扒人家秦鹤野衣服，借人家腰带，摸人家。哎，楼上的注意点儿，再说不能播了。原来我才是那个睡人的禽兽啊！既然你都想起来了，不是我强迫的，那怎么不一样？大概也许被你说服了。我刚刚说了什么鬼话呀？我操！大黄丫头干什么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作者群喝假酒了？大色迷上线，真好奇秦鹤野技术到底有多好，居然把石宁给说服了，李烨成了 SVIP。给我看细节，快点！完了，他不会觉得我在勾引他吧？啊，看他这样子还好，反正他对我也没感情，估计也只当我宿醉未醒发癫呢，会往心里去的。又给秦鹤野装上了。死庄哥虽然此刻表面平淡，内心已经火山喷发了。他这是害羞了？说服2个字，肯定让秦鹤野暗爽了吧？刚穿上的衣服，忍不住又想脱了，没开2、3、4、5次吧？暗爽？可怜秦鹤野暗恋石宁10年啊，虽然没得到他的爱，但至少得到了床上的高度认可。什么？暗恋我10年？秦鹤野？我怎么这么不幸啊？哎呦，平时扣子都扣全部的，今天故意少扣了2颗，生怕石宁看不到他的胸肌。死庄哥爆改心机男啊！想好了，不离了？我想了想，爷爷身体不好，爸爸又不疼我，我们要是离婚的话，我就没有家了。再说了，我才把你睡了就提上裤子走人，未免也太渣了，是吧？就这，他不是喜欢我吗？听到我说不离婚，不应该开心激动的跳起来吗？别看秦鹤也强装冷漠，1秒钟后就会立刻撕碎离婚协议。徐手，快撕，不然剁了你！秦鹤野上1秒冷漠转身，下1秒就歪成耐克嘴，他真的不要太爱啊！难道秦鹤野真的喜欢我？下楼，我在别墅门口等你。说好了今天给你举办单身庆祝宴，庆祝你和秦鹤野离婚呢。那个，我该怎么跟西周说？其实我还没离婚的事儿啊！我是不是应该把离婚后的悲惨结局告诉西周？他一定有办法帮我脱身。西周，沈西周才是真正的死庄哥好吗？害石宁被挖心挖肝，惨死国外的罪魁祸首就是他。什么？西周怎么会害我？我们可是青梅竹马，他明明跟我约定好了，等我跟秦鹤野离婚，我们就结婚啊！沈西周根本不爱石宁，对他只有利用而已啊！可不嘛，他会利用石宁盗取秦鹤野的商业机密，短短3年就从沈家见不得光的私生子成为首富。而那时的石宁对沈西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怂恿石宁反杀秦鹤野后，
石宁失去了秦家这个倚仗，没多久就被沈西周和他的太太送去国外挖心挖肝了。石宁这个大傻叉，到死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害了他，这就是恋爱脑的下场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竟然爱了个渣男，看我不劈头盖脸的撕了他！就这么撕巴了他，未免也太便宜了，我得好好教训他。娘娘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其实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走吧，单身宴会。你说秦鹤也能这么痛快的离婚？我离婚难道你不高兴吗？高兴，当然高兴。高兴你就多喝几杯。先不告诉渣男我没跟秦鹤也离婚的事，一会儿我要你转着圈丢人。刚跟秦少离婚，就跟别的男人勾三搭四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我看呐，这秦少看透了他水性杨花，所以才不要他的吧。一个破落家族不受宠的女儿，也配当秦太太？离了正好呀，好酸呀！你们要是喜欢秦鹤野，可以自己去追啊，看他搭不搭理你们就是了。既然今天是石小姐的单身庆祝宴，那我们应该请主角喝一杯，一杯怕是不太够吧？你们无不无聊？你到底喝不喝？不喝。既然你不给我们留面子，那就别怪我们不给你留脸了。放手！不走！你就是喝酒，我替他喝。不是吧？秦鹤野这舔狗当的也太苦了吧？秦少，他都跟你离婚了，你怎么还护着他呀？关你什么事？不是想喝酒吗？今天不喝到吐血，谁都别想走。哎，这酒你不能喝。凭什么？我让你替我喝了吗？这酒只能西周替我喝。娘娘，秦少这么替你解围，你没见过？这不是让秦少当众没脸？你就说你替不替我喝？替呀，求之不得。这种事情就不劳烦一个外人帮。我和宁宁怎么算是外人？只要没睡过，都是外人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……哎，秦鹤野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挑拨离间。我跟西周的关系你是知道的，这酒只能他替我。哼，他当然知道啊！每次石宁给沈西周打电话，出去见沈西周的时候，他都知道。表面上故作大度，转脸跑到阁楼上捂着被子哭得跟烧水壶一样。哎呀，不长嘴的深情霸总，跟扶不上墙的烂泥有什么区别？烧水壶，这哭起来能是什么动静？我都这么对他了，还这么淡定。秦鹤也表面不发作，其实内心已经气愤到极点，已经想好了让石宁怎么死，欲仙欲死。哈哈哈，我是大黄丫头，我爱看，冲 SVIP， 趴在床边看，掀开被子看。西周，你快喝呀，不要给某些人机会了。
秦少，你快放屁！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啊，好吃！我刚在那个植物里下了10组的血，就是为了神奇入手，所以才放屁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别生气。又给这歌装上了，嘴上说着无所谓，其实内心窃喜，笑出了猪叫，笑死！秦河也拼命想压嘴角，却压不住，只好故意用手捂住嘴，假装嫌弃沈西周的屁。臭。沈西周一心想摆脱私生子的身份，进入豪门圈。这一通搞下来，他成了整个豪门圈的笑柄，沈家也会更加厌恶他。哎呀，这私生子啊，就是上不了台面。可不是嘛，丢人现眼。哎，我刚开了直播，沈家私生子名流宴会当众放连环屁，已经上了热搜了。快看快看！姐姐，什么事情啊？大家笑得这么开心？妹妹，你怎么才来？我跟你说，刚刚是……对不起，我是在医院里面照顾大伯。大伯因为你离婚的事情又病倒了，我照顾了3天，累得晕倒了，所以才来望你。这个石宁嫁给秦少还不知足，非要作天作地的离婚，把石老爷气病了吧？听说这个声音不孝顺，3年前呢就跟石老爷闹着要断绝关系。什么啊！石老爷生病根本不是石宁气的，而是被绿茶妹妹石青衣挑拨。我跟青衣妹妹的关系一向很好，当时父亲逼我嫁给秦河爷，我跟他关系破裂。这3年都是青衣妹妹在中间做传话筒，维系我和父亲的关系，不然我和父亲早就真的断绝关系了。石父不是渣爹，都是石青衣挑拨，才怂恿他当年答应了秦家的婚事。表面上是传话筒，其实就是搅屎棍。石父早就想跟女儿和解，都是石青音千方百计阻碍。石父这次生病是石青音故意气的。原来我这个堂妹就是个绿茶。姐姐，你也别担心，你看我头发都乱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姐姐，你的脖子，你都已经离婚了，怎么还可以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跟秦河也没离婚，你不要散播谣言毁我名声。没离婚，不过是合法夫妻之间的小情趣罢了，这点痕迹根本不算什么。别乱说。完了，他不会把我当女流氓了吧？死庄哥，嘴上冷漠时让石宁闭嘴，其实啊，内心激动的不行，巴不得石宁多说点。他这么想，我就放心。这个石宁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？姐姐，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西周哥哥呀？西周哥哥可是一直为你守身如玉呢。啊，死绿茶！石青音也真好意思问这个？沈西周早就对石青音搞在一起了，两人不知道鬼混了多少次，还守身如玉。他们居然……原来弹幕里说的那个跟沈西周一起把我送到国外挖心挖肝的太太，就是石青音。好啊，我那么疼爱信任的妹妹，居然跟那个渣男一起算计我的命，我一定要手撕这对狗男女。这狗男女玩的可花呢，沈西周有特殊癖好，还让石青衣纹了那种纹身呢。哪种？我这人太单纯了，听不懂，说清楚点。充个 SVIP 自己看呢，就在石青衣的后腰上。后腰？姐夫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妹妹，你看我这么不小心，哎呀，哎，你还有纹身呀？我一直以为妹妹是乖乖女，没想到还有这种爱好。哎呦，石你好茶，绿茶制茶，一个纹身而已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妹妹从小成绩就好，而且纹身都是拉丁文的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纯洁善良的意思。啊，是吗？喂，哎呀，我这有翻译软件呢。做一辈子沈西周的狗。妹妹，没想到你和
和沈西周竟然是这种关系？不是的，我和西周哥哥是清白的。你都在那么隐秘的地方问这种话了，还说你们是清白的？这个石青英看着是个好的女人，没想到私底下这么恶毒。就是啊，跟那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啊，倒是挺般配的。哎，同志们，好戏看完了吗，老公？他第一次叫我老公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3年了，除了昨晚，他从来没有主动拉过我的手。难道他对我真的有一点心动？死庄哥又在石宁背后偷笑暗爽了。秦河也是不值钱的样子呀，真没出息。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之前说好要离婚，突然又不离了，突然对我，还突然对您怎么说全呀？就想听这个。一定是少夫人看到您的好，爱上您了。这。可我还是觉得他不会轻易放弃离婚。什么事？我在民政局跟沈西。民政局，他果然还是要跟我离婚。陈少，您1个小时不，半个小时就要去美国开会，这次为期1周半个月。帮秦少拖延半个月的离婚期应该够了吧？可是我，秦少，您赶紧的，飞机马上要起飞了。尊敬的各位乘客，您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闭手机，马上登机。怎么，别再过分了？不是他喜欢我吗？别再态度，你怎么又还这样？笑死！死庄哥担心石宁叫他去离婚，故意装得很忙很忙。结婚3年，石宁从来没给秦河也打过电话，离婚期突然打一个，给死庄哥吓出猪叫了。还出差半个月，其实是躲在阁楼上，天天抱着石宁的玩偶玩过家家吧。哈哈哈！多大的人了，还抱着玩偶玩过家家？老公，我脚扭伤了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等我。再快点，油门踩死！哎呀，别担心，少夫人肯定没受伤，就是骗你过去离婚而已。不是，你真去啊？我知道他在说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不去管他。行了，我已经对您这副不值钱的样子免疫了。那你还不开快点？是。你怎么伤成这样？等等，刚从飞机上下来呢，请走。你为了骗我来离婚，真是拼了！不离婚，我说了不离婚，怎么就是不行？不离婚，你去民政局干什么？我是享受我在民政局旁边的咖啡厅，你要喝什么我给你带一杯。结果秦总忙着赶飞机，换走。是这样啊，原来不是要跟我离婚。那你的脚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以为你为了骗我来离婚，故意说扭伤了，没想到是真受伤了。笑死！石宁刚才说谎骗清河也出现，计谋得逞，只顾着嘚瑟，一脚踩空，真把脚崴了。我们回家。大半夜的，这俩人在干什么？这声音不堪入耳啊！真是，再大点声，我听不清。我送了小礼物，猜个天眼，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啊！我的天！我礼物都送了，竟然给我看脚！是的，
除非你能给我来点刺激的，否则还我小礼物。哎，这群大黄丫头们，别叫了，你下手没轻没重的，弄得人家疼。我要是不叫的话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不舒服？这话怎么听起来真是让人想入非非呀！这什么虎狼之词？送了小礼物那天这么猛吗？会说你就多说点儿。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她，其实她长得还挺勾人的，尤其是我的脚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不，你这是引火自焚，你承受不住后果。我刚刚为什么要那么作啊？我都快忍不住了。秦少，咱已经喝了10几杯了，要不然回去休息休息。哦，喝。这几天我能够感觉到他的主动和改变，我甚至不止一次感觉他有点喜欢我，但我就是卑微小狗有点不够自信呢。秦少，咱们不能老是控制住自己呀，张嘴就是为了说话。你应该给石宁一个正式的表白，然后一鼓作气拿下他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告诉他，我爱他。你爱他？石妮，等我，我这就去给你表白。大半夜的叫我来这干嘛？娘娘，借你喝一杯。不了，有事儿就在这说吧。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漠？是因为那天宴会上的事吗？我来就是想跟你解释，我和石心怡没关系，那个文手我根本就不知道，都是他一厢情愿勾引我的。我爱的人只有你。沈西周真能演啊，恶心想吐。他现在还不能跟石宁撕破脸，他还想利用石宁去窃取秦河野的商业机密呢，无耻！哼，这么明着撕太便宜他。既然他要利用我去窃取秦河野的商业机密，那我就将计就计，让渣男彻底身败名裂。我当然信你了，只是我太爱你了，所以才会吃醋嘛。听说你和秦河野的关系这2天缓和了很多，也是为了气我吧？当然了，不然还能是为了什么？总不能是真的爱上他了吧？我爱的人只有你，不跟他离婚，也只是为了继续帮你窃取秦氏的机密而已。喂，120吗？暗夜酒吧，别问，快来！伤者应该是一个穿着藏蓝色西装的沈先生，不帅，甚至可以说有些猥琐。伤情有多少人来多少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，老公？沈少爷，换裤子了。肠胃不好就别喝酒，尤其是半夜约别人老婆出来喝酒，会死人的，会丢死人。我先带我老婆回去睡觉了，请少爷自便。看不出来秦河野这么会阴阳呀！沈西周这脸臭的，跟他那天宴会上的屁股一样。
就这么走了？我120都打了，别让120白来。秦鹤野，秦鹤野，你听我解释。故意的，这大黄丫头绝对是故意的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？语言辩解终究是苍白了，直接用行动证明忠心。我送个小礼物，大半夜的来点刺激的提提神呀。有道理呀，今天这误会只用语言解释，确实有点没诚意。要不我先来个投名状。我说过了，不要引火自焚。嘴上说着不要引火自焚，身体却靠得更近，去死壮哥！秦鹤野，我们是夫妻，这不是引火自焚，也不是承担后果，而是履行夫妻义务。你说的。啊！我去，秦鹤野动真格的了，这尺度，不枉我熬夜追啊！值了值了，看得我老脸一红又一黄。秦鹤野强制爱物的剧情提前了，听不到秦鹤野哭成蒸汽水壶，可以听石宁嘤嘤哭着求饶，也很满足了。小礼物刷起来，激动激动！石宁怎么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啊？作者又喝假酒了？还是说石宁把齐鹤野想象成沈西周才这么投入，有种你们仨把日子给过好了的感觉？啊，这时候提什么沈西周啊？这跟吃火锅的时候往锅里撒面有什么区别啊？真是煞风景。沈西周，哎呀，你刚叫谁的名字？你刚叫谁的名字？谁让你咬我的？你是属狗的吗？都把我弄疼了，而且不止脖子疼，昨晚你……既然你不想履行夫妻义务，就不要主动点火。男人和女人不一样，不会拒绝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也会有反应，也会失控。秦鹤野，你混蛋，滚！秦鹤野竟然说对投怀送抱的女人也会有反应，搞得像我倒贴的一样。他真的喜欢我10年吗？我才不信！啊！我期待的强制爱剧情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？哪里草了？哪有草草结束？就只有亲亲啊！虽然秦鹤也可以卑微的说服自己，允许石宁把他幻想成沈西周，可当石宁喊出沈西周的时候，他心都碎了，碎得跟饺子馅儿一样。原来秦鹤也生气是因为我喊了沈西周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呀。对啊，石宁一喊沈西周，秦鹤也就蔫了吧？不要小瞧秦鹤野的实力，刚刚石宁撩得他一身火，半点都蔫不了，绝对去阁楼自行解决了。石宁，快去阁楼，浇点水给秦鹤野救火。打个赌，秦鹤野是去阁楼自行解决，还是抱着石宁娃娃哭成烧水壶？哭成烧水壶，到底是什么呀？秦鹤野这个人永远一副生人勿近的高冷禁欲模样，像天上被供着的神仙，半点不沾人间烟火气。可这天弹幕却告诉我，他暗恋我10年，因为我随口一句话就能心碎，躲在被窝里抱着我的娃娃哭成烧水壶，这个反差太大，我要亲眼瞧一瞧。你在这做什么？你家太大了，我迷路了。我家。这是你来秦家的第一天，你要谨记这第一条规矩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未经我的允许，你不许来这儿，这是禁地。你放心，我对你的一切，包括禁地，都没有丝毫兴趣。脸疼不疼？3年了，石宁从来没上来过阁楼，今天终于真香了。怎么什么都听不到啊？可以这么好的吗？秦鹤野到底在干嘛？不给我打马赛克了，啥也看不到。嘻嘻，我为爱发电，送了小礼物，我看到了哦。
或从脸红看到脸黄，不可描述哦。别藏私货，求带看，就写说，就不能播的那种，自己脑补。播的我更心痒痒。手感好好啊！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过不许来着？又给他装上了，脸上冷漠质问，身体却老老实实一动不动被摸。死庄哥眼睛怎么这么红？难道已经哭完了？水这么快就烧开了？这里是我家，凭什么不让我来？你家太大了，我迷路了。我家？你放心，我对你的一切，包括禁地，都没有丝毫兴趣。他终于不再说你家，而是我家。死庄哥好会自我攻略啊，随手一点糖就能给他填出糖尿病啊！卑微小狗，这些年就会在玻璃渣子里找糖吃了，心疼抱抱。这里有我的重要机密，已经跟你汇报。原来阁楼里藏着的是秦氏集团的机密，怪不得他不让我进去。应该是担心我会窃取机密给沈西周。罢了，别再让他继续误会了。原来你在忙啊，那你忙吧，我先下去了。这就被忽悠了，谁家霸总大半夜光着膀子裹着浴袍在阁楼工作啊？本高贵的 SVIP 表示，阁楼里的东西有点不说了，我先去哭会儿。我饿了。好饿好饿。下楼找娃娃，厨房应该还有些吃的。我想吃你给我煮的面，能不能拜托亲爱的总裁大人给我煮一碗面啊？他这是在跟我撒娇吗？好可爱。我去。这不值钱的霸总哟，石宁撒个娇就跟哄成胚胎了。你脚扭伤了，别自己到处乱走。我的生日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要不要送你去医务室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走，我送你去医务室。我真没事儿。世家球团消息，愿意将石年小姐嫁给你，为老太爷冲喜。真的？但是石宁小姐因为这件事儿跟石老爷闹翻了。看来他还是放不下那个沈西周。罢了，我自有办法把他留在身边，哪怕是合约会议。这里有我的重要机密。原来秦鹤也说的，最重要的商业机密不是秦氏，而是我。
我哭死！秦河也那见不得光的10年暗恋啊，妹妹的躲躲藏藏的爱意终于见天日了。每次被石宁伤了心，就躲在这里捂着被子，抱着娃娃哭成烧水壶。那可是坐拥京都半壁商业江山的男人啊！那么炽热的爱意，居然只能躲在这间小阁楼里，纯爱战神应声倒地，舔狗就是这个世界的光。秦河爷也很怕被撞见吧？怕被石宁看到他另一副面孔，阴暗的、可怕的、嫉妒的、发疯的。我就是想跟你解释一下，刚才亲你的时候，我喊了沈西。你不用解释，我也不在意。我刚刚亲你全都是因为生理欲望。好硬的死装男，心都碎成渣了，还在这装不在意。好好说话，别阴阳怪气的，整天冷着个脸，搞得像我欠了你几个亿巨款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欠你几个亿了？何止欠了几个亿，那是欠了几十亿、上百亿啊！还不清了？怎么可能欠秦河也这么多钱？上辈子欠的吗？石宁一萌君好可爱，脸肉嘟嘟的，好想捏捏亲亲。笑死啊！紫庄哥在想石宁欠他几个亿的事，石宁想的是1分钱都没欠他。我们车都上高速了，傻宝宝石宁还在巴卡巴卡。欠的是钱吗？欠的是命啊！哎呦，我好纯情啊，一句也听不懂呢。做小孩说。你也来了。你也来了。哥哥，你喜欢吃哪一碗？海鲜面、排骨面、阳春面、热干面，还有方便面。都不喜欢。喜欢，只是觉得很夸张。我又不是特意给你做，就恰好厨房实在太多了，我就多煮几碗。第一次下厨的人还寄养呢，死庄哥说谎都不脸红的。要不是怕饿着石宁，他都想煮满汉全席了，区区7、8碗面算什么？死庄哥第一次煮面，生怕老婆不满意，卡斯冷酷的双手插兜，实则普通的快被抠烂了。一碗面而已，真的这么紧张吗？快给死庄哥一个反馈啊，不然裤都抠烂了就要抠鸡蛋啦。这么难吃吗？不是太好吃了，我吃的太急了才。喝一口。秦河爷，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是专门学过厨，考过金牌厨师证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是第一次做。竟然是第一次吗？不敢相信，肯定是在骗我。看看死庄哥这不值钱的模样，几句夸夸就给吊成翘嘴了。果然啊，恋爱脑就是霸总最好的嫁妆。还笑，转转要收你来了。喂，小宁宁，电话来了一批新男模，明天不见不散哦。不是，甜甜好这口，每次都是他，我没点过。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张扬？不过我真的没点过。我相信你。你先吃吧。没动静啊，哎，还好，看来是真的相信我了。都怪你，电话里说点什么栏目，我老公哭了1个晚上。哭？哪个呀？你这小脑瓜里在想什么？当然是秦河野啦。那沈西周呢？你别提那狗东西晦气，我跟他没关系啊，我只有我的亲亲老公秦河野。虽然不知道你吃醋了什么，
但你终于长脑子了，终于把你眼睛里面的盐水给抠干净了，终于不吃沈西周那坨狗屎。我早都跟你说了，它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喜可贺。今天晚上必须点老婆庆祝一下。你就不能有点别的庆祝方式吗？走，哎呀！我还叫了月溪和静瑶，他们马上就到。那天我被下药，在场的就是这3个人。甜甜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。哇，穆甜甜名字和本人反差这么大呀！我以为是个1.55米、肉包脸、超级可爱的软妹，没想到是玉女姐姐啊！是我们相拥，真的好美好飒，就是这歌声还不如烧水壶呢。穆甜甜真的好爱石宁，为了救石宁，被渣男骗的只身宝剑缅北，遭受非人折磨，回来都疯了，神志不清。唉，心疼姐妹俩的爱情。这样的穆甜甜绝不可能是给我下药，那就剩下他们2个。甜甜，走，会是他们中间的谁呢？姐妹们，咱们宁宁终于把秦鹤也给睡了，鼓掌！甜甜，小声点。对啊，甜甜，这个不是什么刚才的事情。我们是国家认可的夫妻，我们睡了怎么就不光彩了？是啊，一不是偷情，二不是婚外情，有什么不光彩的？好，宁宁不是喜欢沈西周吗？他和秦言睡了，宁宁的第一次，身体自然也不干净，秦言会觉得宁宁不自爱，而嫌弃宁宁吧？你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茶呀？第一次给自己老公，怎么这么带劲？就是，他现在已经把眼下的毛病给改了，再也不会去吃沈西周那坨狗屎了。居然把不近女色、行尸横赖的秦也给睡了，真是。给你点啥呀？我不知道，今天晚上好好给你庆祝一下。要跟秦鹤也好好过日子的，真是难为。秦爷看起来蛮横大的，总是冷着脸，看起来凶凶的，像是会家暴的样子。宁宁，婚姻不是看脸，不是看金钱的，而是要选择一个你爱的人才会幸福呀。你好像很希望秦鹤也跟我离婚。不是希望你们离婚，而是支持你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不屈服于金钱的势力，只选择自己爱的人，你不要让自己做终身后悔的事儿。林静瑶也太会装了，就是她给石宁下的药，还在这装傻，死绿茶！林静瑶一心想勾引秦鹤野，奈何秦鹤野为了石宁压根不搭理他，他就想给石宁下药，让石宁去找沈西周，好失了清白。没想到被半路杀出来的秦鹤野救走了，坏心办了好事，哈哈哈！林静瑶羡慕嫉妒恨石宁，哄骗他跟秦鹤野离婚，还跟石青衣合伙把他卖到国外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没有林静瑶下药的证据，不然秦鹤野早查出来，把他给处理掉了。我现在就可以处理他。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那天晚上给我下药的就是你。你一心想让我身败名裂，被秦鹤野抛弃，现在却又装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，跟你演戏也不累吗？以为毁了我，你就能当上秦太太？配吗？你去天桥底下配药水的那儿问问，你配吗？你们怎么都这样看着我？不是我怎么会给宁宁下药呢？我要是给她下药，我纯的被车撞死，我全家死光光。他一副比窦娥还冤的样子，要不是弹幕剧透，我还真就信了。果然，有些人坏起来真是禽兽不如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现在就报警，是不是你？很快就水了石头。
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才信我？如果我死了能证明给你看的话，那我死给你看。宁宁，怎么要我帮你？宁宁，石宁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？看他这副样子，要是今天不做点什么，恐怕很难打消他的怀疑。一旦报警查出什么，我就完了。不行。瑶瑶，你流了好多血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宁宁，这下可以信我了吧？离大动脉差点，再仔细了吧？那就好，以后不要随便怀疑我了，很伤人心的。还好血没有溅到我的裙子上，赶紧去医院吧，别死在这儿了。我配要去医院，你们玩吧。真觉得是林金瑶领先的，就是他，只是手段高明，没有证据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么贫穷？我都留他一条狗命了，哪里过分啊？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只要有知情权，其他的无脑支持。哦，你最好了。我呢？是不是去哪儿进修？我怎么感觉变聪明了？我差点都不认识了。瑶瑶，你真的对宁宁姐做那本事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违法的事情。姐夫救我！姐夫，宁宁姐要杀我！你这不是活得还好好的？这是我老婆干的？其实不是，是宁宁姐她。我老婆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。你与其在我面前查里查气的告状，不如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做错了什么。给他们叫辆车，赶紧去医院。那是宁宁姐的老公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姐夫，现在可以陪我去医院了吗？不能。我是没有石宁漂亮，但我知道男人的本性，只要是外面的没吃到过的，都比家里香。我只要给他们制造裂痕，就有机会把秦鹤也勾到手。我也不是真想姐夫送我去医院，只是宁宁姐刚说跟你离婚的事儿，又点了男模，我怕你们会吵架。我擦！没想到我如此高贵的 SVIP 也要听这些恶心的茶言茶语。我送个火箭让死绿茶上天吧！要不是我看到弹幕，都不知道秦鹤也来了。这个死绿茶跟他说了什么？他说离婚。秦鹤也好可爱，只听到老婆要和他离婚，而不是老婆点男模。只要老婆不离婚，老婆爱点男模就点男模。这会儿甚至想着自己要不要发展男模副业了。秦鹤也为了老婆的爱好甘当男模，卑微小狗真的好爱。点男模不是我的爱好，瞎酒。不过他听到这些居然没有生气。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些，让我知道了应该怎么爱他。他这到底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做？她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她这是故意伤害我，快告她！不用给他叫车了，直接给他报警。我倒要看看谁是对的。静瑶，你别闹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想老婆了吗？想。说整句。老公想老婆。来，奖励一个亲亲。虽然不咸，但是好好喝。很晚了，宁宁姐跟姐夫早点回家吧。夜场男模不干净，小心得病。我先去医院了。
说说吧，男模怎么回事？你别听林继阳挑拨离间，根本没有男模，就我和甜甜两个人。不信你自己看。娘娘，我给你找了18个男模，娘娘，个个都像沈西征，够意思吧？姐姐好。个个都像沈西征，姐姐好。坐下来，坐坐。姐夫，你别误会了，他不是我的。你点的这些男模确实挺像的。地华会所，你别问，你快来。伤者，你就把所有救护车都叫来就行。啊，快来哦！你的眼睛确实像他。你怎么回事呀？不是把男模都退了吗？原是，这些男模都是按照沈西征的原则看起来的。我本来想让你搓磨搓磨，准备发泄一下，毕竟那个垃圾一打他会脏了自己的手。谁知道秦也突然来了，我真的哭死了。你的耳朵很像他，尤其是你的气质最像他。我的天啊，是不是沈西征我他怎么来了？啊！送我去抢救，快点！大木出来给我支点招啊！什么大型秀乐场？现任老公、前任男友，18个像前任的男模。今天晚上时光爽定了，一定会被醋发的死庄哥扛上阁楼的。现在就去送 SVIP， 等着看细节。你们是真梗，死庄哥心里已经哭成烧水壶。都在想着要不要去整容送沈西征同款了，太卑微了，小红。他想的居然不是怎么修理我，而是讨好。没事没事，沈西征，谁让你来的？你跟踪我们？姐姐，是我和沈西征来这边应酬，听到有熟悉的声音。就想着进来看看，没想到真的是姐姐。晚上好啊，堂妹，堂妹夫。这一对颠公颠婆锁死，别祸害别人。石宁这手妹夫厉害了，跟沈西征划清界限，秦鹤也又暗爽了。姐夫对姐姐可真好，知道姐姐爱点男模，就亲自给姐姐买票。爱点男模的是我，整个京都都知道。你不要往泥泞上推啊！甜甜姐，这在场的男模每一个都是西周的影子，你就不用替姐姐搞了。我那是我的，这些男模全都是我点的。这些男模全都是我点的。我们可是正经男模，对男人不感兴趣。我最近开了几家整形医院。正需要找一些对自己的外貌不太满意的男性，而这些男模正是我找来给他们做免费体验的客户。这个眼睛吧，有点猥琐，得整啊。我这个嘴巴，有点像棉裤腰，也得整。哦，我这发型看着就恶心，要全部换了重新长。哎呀，今天这几段视频。发给秦少法官看，嘿嘿，他不得笑出猪叫啊！这种，没事吧？都是你，非要说那些话，让他抓着话筒来羞辱，个蠢货！哎呀，堂妹的脸红的跟猴屁股一样，嘴也肿的跟狗啃了一样，不会是刚刚才跟沈西征？他
他不敢跟我老公起冲突，却恼羞成怒的把愤恨发泄在一个女人身上。你前脚跟他缠绵，后脚他就丢下你走了。这样的男人，也不知道你是瞎了哪只眼才看上的。又不是狗，为什么要吃食呢？石宁这人能处，狠起来连自己都骂。这眼下才治好了几天呢，就忘了自己的案底了？哎呀，谈一个渣男，这辈子都不干净了，要死了，真是。老公，这是我最好的姐妹穆甜甜，正是介绍你们认识。江大明，又给他装上，不过明明快乐，不至于连手都不摸吧？秦鹤也不允许自己在老公面前跟别的女人有肢体接触，难得是霸总最好的嫁妆。微微小狗又怕石宁想把他介绍给别的女人，毕竟石宁曾经给他点过外卖女。哎，造孽啊！原来都是我自己造孽啊！老公，你家好，没事不是？哎，我和老公就不要姐妹了。我都已经有这么多人陪着你了。看着他们的眼睛就。你，走走。那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那我就把他留给你。啊，我记得把门关好，别让他跑了。哎，秦少，我正经人呢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说谁不正经了？给我牵手！哎，秦少，你救我呀！哎，你们回家。哎，你先放我下来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我去门口等你。不是说在门口等我吗？你什么牌子的狗皮膏药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这是我想要的。兄弟啊，发什么疯？做这一切不就是为了让我生气，让我在乎你吗？你才死我！全家和服，就你这个倾国时期的烂嘴，还不如马桶干净，谁信啊？娘娘，我和爷爷没有。娘娘，别踹了！娘娘，我求你了，别踹了！别踹了！别踹了！早知道今天穿这高，是为了城东的那块地，对吧？城东的地，你忘了吗？这是我们很久之前谋划的。前几天，秦鹤也拿到了那块地，所以你最近故意亲近他，当着他的面虐我，就是做给他看的，这样才能哄着秦鹤也把城东地皮给我，对不对？城东那块地以后建设起来十分繁华，日流水上亿，直接拉高沈西周的身价，和秦鹤也并肩为商界双帝王。城东地皮给了沈西周，就像一根导火线，开启了秦家商业帝国的下坡，而沈家开始走上坡路。首富秦家让位，商业帝王也要让位给沈西周。秦鹤也还因为损失城东地皮，被秦老爷子狠狠地用家法伺候。不行，我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。宁宁，只要你哄哄他，他一定会把城东地皮给我的。再说了，他不是还同时拿到了城西的地皮吗？我只要一块，不贪心吧？城东地皮几十亿呀，这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城东地皮和城西地皮就是天和地的区别，城西的地玄学的很，问题不断，谁接手谁就亏钱，能赔得倾家荡产那种。秦家的商业帝国也是彻底终结在城西地皮了。能彻底搞垮沈西周的机会来了。啊，你说的对，我这些日子接近秦鹤也就是为了那块地，不过不是城东，是城西。城西的地皮可比城东贵多了，
那可是秦氏以后最重要的项目，秦鹤也怎么可能同意给我？就凭他爱我。娘娘，你受苦了，我都想象不到，你为了帮我，都在秦鹤野那里承受了什么，我真的好心疼你。又让死绿茶男给演上了。承受了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当然是沈西周这个小弱鸡给不起的东西。承受了什么？我是高贵的 SVIP， 我能不知道？我可是趴床边瞪眼看的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欲仙欲死。大黄鸭怎么又来？我随便牵牵他的手，说几句深情的话，他就害羞的脸红了。这还不是爱吗？他真是爱我爱到无法自拔了。等我消息。老婆的车真可爱。姐夫，姐夫，你看，你说的对，我这些日子接近秦鹤野，就是为了那块地。不过不是城东，是城西的地皮可比城东贵多了，那可是秦氏以后最重要的项目。就凭姐夫，你也不要生姐姐的气。他对西周哥哥青梅竹马的感情，在他心中一直是第一位，连他爸爸都比得过。只是他这次真的太过分了，他竟然这样糟践你的感情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看不下去就别看，删干净了。姐夫，就你都能忍，他这些年来借着你的关系，不知道给西周哥哥多少资源。他贪图我的权势，恰好我有，这让我感到很幸福。而且我反而感谢他给我这个付出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就连宁宁家的狗喂的狗粮，我喂的都是最贵的，反倒是你大半夜的跑到你姐夫面前告你姐姐的状，知不知道这叫绿茶呀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替姐夫抱不平。我是你姐夫，不是你未婚夫，不需要你抱不平。这还是第一次你跟我说这么多话，这些话没有一个字是我爱听的。你要么早点回家，要么离我远点儿。大半夜的，穿这么清凉，夹着嗓子，是要干什么？好好的衣服，非要穿成这样，这不是性感，是低俗。美女，多少钱一晚上？我不是。从你出来我就盯上你，可你把衣服都拉低了，都露出来了，不就是为了勾引客人？神经病啊！你想要城东那块地？不是城东，我想要城西。秦鹤野，你在跟我生气？没有。生气就生气，你说出来啊！生气就生气，干嘛总憋在心里不说？要是没生气，干嘛加毒？死庄哥没有生气，他是伤心。老婆要把100多亿的地让给情敌，搁谁不伤心啊？明明都很伤心了，还要帮老婆把粉色跑车开去车库停好，偷偷的在车上哭，呜呜哭的跟蒸汽烧水壶一样。不是，秦鹤野又哭去了。巫神烧水壶到底是什么样啊？看看去。你不用管。哎，必须的！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说服你。说服？对，就是要说服你。为了沈西周？对啊。走吧，去说服。秦鹤野，
我说的是那个睡服，不是那个水服。只有一种睡服。晨曦那块地是我们秦氏花了100多个亿，是不可能拱手让人的。你听我说，那块地有问题，只会亏钱，绝对不能留。送给沈西周，坑他正好。这是你的新借口。最多，我把陈东那块地给他。这是我做的最大让步，为了你。我不要陈东，我要晨曦。你不要逼我了。陈东那块地价值几十个亿，我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你就那么爱他，非得把最好的给他？我是为了你呀，那块地真的不好，你怎么就是不肯信我？想玩我，换个其他地方，让你咬个够。换哪个地方呀？咬他的嘴巴？不，死装干脸10年10年，咬他嘴巴，那不就是亲了？那还是惩罚吗？分明就是奖励。别局限在脸上，看看别的地方。一个人的喉结怎么也可以这么好看，性感到让人脸红心跳。就要喉结，这里是男人最脆弱的地方，一口咬下去，要他哭着求饶，当场听他呜呜跟烧水壶一样的哭声。没听到他呜呜的烧水壶哭声，怎么好像感受到他要吃人的眼神？难道是咬得不够用力？石宁，你想要我的命吗？不是。给你。他明明很温柔，一点也不像弹幕里说的强制囚禁啊。所以只要我回应他的爱，了解他，喜欢他，让这单向的爱恋变成双向奔赴，我们的结局就一定会改变。秦可远，你咬我！疼，很疼很疼。疼就对了，就是要让你记住这种感觉，让你记住他不值得，让你记住任何人都不值得让你委身他人。你还是觉得我这样对你是为了帮沈西周要晨曦那块地皮？你不要那块地了？当然要，但我刚刚吻你不是……没得谈。秦鹤野，你要是再敢提把晨曦那块地给沈西周的事情，就立马动工。我是想要那块地，但我刚刚吻你和那块地无关。秦鹤野，没得谈。王八蛋，大混蛋，一点也不相信我，还说暗恋我10年了，一点也看不出来，吹死你！秦鹤也在搞什么？暧昧气氛都到这里了，结果什么都没做，竟然就走了。头一次对他恨铁不成钢，石宁都主动搂脖子亲了，他不要了。我自己去花市写个同人文，脑补他们已经大战300回合吧。这群大黄丫头都在遗憾我跟秦鹤野没有跟进一步。秦鹤也是觉得石宁投怀送抱，都是为了把城西那块地给沈西周，高兴他的主动，却更伤心他不爱自己，为了别的男人委身求全。石宁都说了城西地皮有问题，会亏本才给沈西周的，秦鹤也就是不相信，一点都没看出来他暗恋了10年，也没看他有多恋爱呢，就是没脑子，活该以后破产。不许这么说，秦鹤野，他跟我不一样，况且政府也在全力扶持城西地皮，秦鹤野不相信我也很正常。秦鹤也到公司了，抱着石宁砸他的枕头，坐在办公室发呆，看起来超乖的。我的枕头上面有老公，这样就相当于老婆陪在我身边。怎么啦？着急喊我出来？怎么哄男人？
哄谁啊？沈西周又爱上了，我就知道不能跟你说他坏话，破坏我们姐妹情。哄秦鹤野，我的亲亲老公。你早说嘛！直接上，睡多久？直接买、穿、上。爷爷，我看你还是给个叫木黄黄吧。可是，对一个男人有所求，最快的方式就是睡啊。哎呀，我是认真的，哄他缓和夫妻关系，不是你家做这件事。你哄秦鹤也开心，是不是为了把晨曦的那块地给沈西周？晨曦地皮不好，我想给他是为了坑他。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信自己这句话的说辞吗？我知道你们没人信，但这事我是认真的。不是我们不信你啊，是这3年你磨光了我们对你的信任。你跟秦鹤野结婚之前呢，为了沈西周自杀过1次，逃过1次婚。婚后你总是对他有要求，让他把生意给沈西周，这才愿意配合秦鹤野回老宅。整整3年了呀！你每天都要喊着离婚，别说看见秦鹤野了，就算是提到他的名字，你都会感觉非常的厌恶。不然说要哄着开心，谁能不怀疑你是不是憋着什么大招要毒害他，为沈西周谋福利啊？不行，误会坚决不能过夜。总裁，是石小姐给您发的消息。是总裁夫人啊，是总裁夫人给您发的消息。我会哄老婆吗？我，总裁，你要哄总裁夫人？算了，我要是会哄老婆，你也不至于单身。召开紧急会议，公司所有人在会。是。总裁大人有毛病，在老婆那儿受了气，拿员工撒气，好想不要年薪100万的工资，回家娶老婆。师傅，请问是发生什么大事？是啊，上次开紧急会议，还是公司面临巨额损失。难道是前段时间投资项目黄了？这个等总裁来了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哄老婆，我老婆生气了，让我哄。不会。总裁大人，你用这种公司要破产的严肃表情，说出一句“总裁夫人要生气了，需要你哄”，这是认真的吗？大半夜召集员工开紧急会议，也是认真的吗？今天晚上参加会议的人，全部双倍加班费。提出建议的人，但凡提出的建议被我采纳的人，奖金50万。提出的建议帮我哄好老婆的，奖励100万。给总裁夫人转账呀！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对，买包包，包治百病。买鲜花，999朵，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鲜花的。一杯奶茶，没有什么事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一定是2杯了。给总裁夫人讲故事。门前大桥下有一群小鸭鸭在排队，小鸭鸭没有排整齐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。总裁夫人生气了，总裁就狠狠地打夫人一顿，一顿不行的话就2顿。家暴是违法的，你想被开除？不是总裁，
不是真打，夫妻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不能说更多，就是夫人不好。差不多半个小时，秦鹤也应该忙完了吧？我有需钱吗？石小姐，专柜送来了当下最新款衣服、首饰和包包，你要试吗？还是直接送到3楼？拿钱砸我吗？石小姐，还有花店送来的各种花都在楼下，你要看看吗？石小姐，奶茶店也送来不同口味的奶茶，你要喝哪一种呢？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的。啊，这是什么大直男哄女孩子的方式啊！哄我就知道砸钱砸钱砸钱，我是什么很物质、很拜金的女人吗？我不仅是物质女人，还是好色女人。想要哄好我，就立刻马上给我翻8块腹肌人奖品。秦爷不会真去拍8块腹肌，这要是真，那石宁真是太狂野了，难怪秦爷被拿捏得死死的。哎，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啊！不是吧？秦鹤也真的给我发腹肌照了。什么嘛，这么容易？我操！死庄哥为了哄石宁开心，竟然开了紧急会议。什么紧急会议？我的天哪！真想传说进去，把我1000招撩妹大法交给死庄哥，然后我就一夜暴富了。秦鹤也紧急会议，真的就很昏君，可以为了美人一笑，烽火戏诸侯。不会，我问秦鹤也要腹肌照的时候，他还在开会吧？秦鹤也当众点开石宁要看他腹肌照的语音，脸瞬间红透了。哎呀，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色？石宁，别滚了，快继续叫死庄哥发腹肌照啊！让死庄哥把白色衬衫穿好，淋得半湿，这样透着蜜色的8块腹肌超性感。求求了，夜柠檬 CP 真的需要这样的福利？才不要！我的男人只能我看。不过也确实应该给你们一点福利，让以后你们能更多的剧透给我。总裁，出去。哎，总裁，别拍了，看得见摸不着的事情没意思。您现在呀，立刻马上回家，脱给总裁看。张叔。喂，我老婆人呢？你们去哪儿了？少夫人说奶茶太多了，让我们请路人喝。少夫人在家的。我老婆不见了，她要是这个时候出了机场，也全都要被辞退了。喂，封锁所有出城道路，帮我把沈家没了。
儿子怎么办？全家破产，还有绑也得绑回来。秦鹤野要绑谁？别走。讨厌，不理你了。不用去了，明天你也不用来上班。老婆，放手，我现在就走。给你看我腹肌，给你摸我腹肌。秦鹤野，你先放手。哎，你别走。我说了别亲了。我的天，石宁竟然打了秦鹤野的脸，打人不打脸啊，他会被秦鹤野弄死的吧？楼上新来的吧？秦鹤野哪舍得弄死石宁啊？被老婆打脸，那分明是被打爽了。就是，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恋爱脑死庄哥。他是会弄死石宁，但是只在一个地方弄，那就是床上。这群大黄丫头。但是秦鹤野看着我阴沉的眼神，哪里有半点被我打爽的样子啊！快看，秦鹤野抬手了，该不会真的要动手吧？你不是喜欢看腹肌吗？我就脱光给你看。你不是喜欢摸腹肌吗？我就给你摸腹肌，只要你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秦鹤野，你清醒一点，现在不说这个。我最后解释一次，我没有想要离开你，也没有想要跟你离婚。我想试着喜欢你，把晨曦地皮给沈西周，真的只是为了坑他。你相不相信我？我相信。那好，你记得我们的约定，可以有误会，但是不能隔夜。他说我们有一辈子，原来他的余生计划里有我。还有，不准以后觉得我要离开了，就想着要囚禁我，强迫我做我不爱做的夫妻。我不喜欢这样。别打我。你真的不喜欢这样？禁锢我，囚禁我，让我做所有应该做的夫妻义务，这样你喜欢吗？高冷禁欲的秦大总裁这么会撩的吗？你真的不喜欢吗？秦鹤也是商业帝王，人人惧怕的秦大总裁，他怎么可以卑微成这样？石宁，你快上，捆绑他，禁锢他，让他嘤嘤求饶，还会呜呜的哭成烧水壶。人前高高在上，人人敬仰畏惧，身后匍匐他裙下。石宁，求求你了，快点捆绑他，给他上强制爱，真的超喜欢看啊！其实我也想亲眼看看秦鹤野的反差，但是害怕自己没把秦鹤野捆绑，自己先被绑了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我喜欢甜甜的恋爱，就算是最后没有在一起，也是好聚好散的。我可没有受虐片，也没有受虐倾向。那个晨曦地皮的事，能不能再信我一程？3个月，3个月，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只要你在这段时间里不再提把晨曦地皮给沈西周的事情，委身求全的讨好我，假装喜欢我就选择相信你的话。我都做好你不相信我，转身离开，自己躲起来偷偷哭，或成烧水壶了。你愿意听我的，你愿意改变，真的进步了。我怎么没早点发现你这么好呀？我没那么好，我是不想你为了沈西周来讨好我。
我明明在家，你为什么觉得我要离开了？我以为你因为陈心地皮的事情生气走了。你竟然这么想我？不是的，是我回来之后，佣人也不在，到处找你也找不到，所以我才一并走了。放心吧，不会不承认的。我爸明天出院，你跟我一起去接他吧。很晚了，早点睡吧。你确定要在这儿睡？在这儿睡，明天只能我抱着你去接你爸爸出院。你确定？车骨都已经在脸上了，神宁怎么还在马卡巴卡？这天真无邪的样子可真勾人。这可是秦鹤野的房间，秦鹤野的床，石宁穿着他的衬衫睡着他的床，不就是勾着要睡他这个人吗？秦鹤野已经给2次机会了，他叫饿虎扑食，上，大晚上吃肉肉了。我回房间时。秦鹤野好变态，我好喜欢。秦鹤野在坚持什么呀？老婆本来就在床上，装货，活该没老婆。石宁，你快去看看你老公干了什么坏事。对了，我的衣服还有贴身衣物，都在秦鹤野房间里啊。走。哥，我昨晚有东西落衣服里，我来拿下东西。你的东西我让佣人拿去洗了。哎呀，这么幼稚的款式啊！我亲手洗的，以后我老婆的贴身衣物都由我亲手洗。堂堂的秦氏总裁，身价1000亿，那双手可是点击射手啊！竟然给我洗小妹妹！知道了。怎么了？公司平时要开紧急会议，如果不去的，就不能给你去见你爸爸。公司出什么事吗？回头再跟你说。我晚进，我先回去了。江华姐，你怎么在这？大小姐，可是真不知道你要来看石总，我马上走了。马上离开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哎呦，宁宁，石总，你想清楚了，有他没我，到底想要谁留在这？那你先走吧。哎，小江，你怎么这就要走啊？不陪着你干爸出院了？江大哥，你怎么刚来就走呀？后面几次咋不回家呀？二太太、二小姐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麻烦你们多照顾石总。哟，你别着急走啊！哎，你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哇，石宁的童养夫江淮景这么温柔斯文，有气质。石宁这死丫头真是眼瞎啊！放着高冷机遇的老公秦鹤也不要，你这么温柔斯文的江淮景童养夫不要，偏偏看上沈西周那个私生子。石宁厌恶江淮景，是误以为7年前被他猥亵了，其实这是一件误会。 7年前是石青音不小心看到了成人影片，对性方面有探索欲，自己脱了衣服，趁石宁午睡想脱他衣服观察，模仿大人的运动。结果石宁醒了，他慌张的跑了，撞上刚回来的江淮景，被他看见没穿衣服的样子。江淮景哪见过身无寸缕的女孩，当时就傻眼了，脸红心跳，大脑空白的站在那里。做了坏事的石青音跑了。 留下手足无措的江淮景，加上石青音的暗示，就认定是江淮景猥亵了他。江淮景虽然被石宁误会厌恶，被赶出来石家，遭遇了很多事情，但被石青音救赎了。以后是石青音的头号舔狗，舔狗，舔到一无所有，把财产给了石青音，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更不知道他一心找的杀害石国强和石宁报仇的仇人，就是石青衣一家。这一切都是石青衣栽赃陷害，挑拨离间。哎呀，小江啊，你是我大哥的儿子，这以后石家的家产都是你的。你说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干嘛跟我们这么生分客气呢？二婶这么喜欢跟别人做一家人，不如改姓江，搬出石家。小宁也在啊，咱们3年不见了。江大哥，姐姐也在，她看到你会不开心的，你还是先走吧。大哥，留下一起跟我们接爸爸回家吧。江大哥，姐姐这2天性格古怪，她突然这样肯定会做伤害你的事情的。我来哄姐姐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快走吧。石千一，我哪里古怪了？都什么时候做了伤害江淮姐的事？大小姐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千一和江淮姐绝对不能和好，要不然这石家的财产肯定轮不到我。大小姐，哇，石宁只是喊一句大哥，江淮景就这么受宠若惊，我突然磕起来了。别什么都磕，江淮景对石宁只有妹妹的亲情，对于石家，她是当做亲人、当做恩人一样在报恩。她能什么都听石青音的？就是因为她姓石，是石国强的侄女，石宁的堂妹，后来在相处中才爱上她，成为深情男二。叫妹妹，我就给你这一次机会。妹妹，大哥，哎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小姐和江少爷终于和好了，老爷您可以安心安心的多吃3碗饭了。哎呀，你们2个终于和好了，走，咱回家。哎呀，3年了，我呀，终于看到老爷笑了，这是第2次。大哥，爸爸检查报告你看了吧？结果怎么样？看了石总他改考叫爸。爸的检查报告没有太多问题，就是饮食不规律，有3高，以后要注重身体，多运动，千万不能吃糖，不能喝奶茶。啊？爸爸还喜欢吃糖，喝奶茶？哎呀，这2种玩意儿，男人都不喜欢，还不是我这血糖高啊，那是吃饭吃的。昨天才偷偷点到奶茶，被医生发现了，结果给骂了一顿。你再忍忍，长途的约会床。那我就写信，少给夫人告你。爸和妈妈的感情不是不好吗？在妈妈怀孕时，爸找小三出轨，害得妈妈动了胎气，难产生下我去世了。怎么现在感觉怪怪的？小宁啊，你这都3年没回来了，今天怎么好端端的回来了呀？3年不见，二婶怎么还好端端的活着呢？二婶这是关心你，你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算了，你从小就这样，大人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我从小就怎么样了？你们母女俩个性又古怪。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妈妈只是担心你，害怕你在秦家受了委屈。我这几天也是看你性格古怪，以前你见到江大哥就生气发火，就恶心的想让他去死。现在你竟然都拉江大哥的胳膊，我才更是担心你是不是在秦家受了委屈，所以才如此古怪。滚，离我远点儿！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没有为什么，看见你就恶心。既然你都提出来了，那今天我们就对峙一下，我为什么讨厌他？大伯，昨天姐姐和姐夫吵架了，被姐夫丢在了包厢。跟秦鹤也吵架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老爷，大小姐可是强迫的秦昊爷，
你确定是大小姐受欺负？你确定不是人家夫妻俩的小情趣？这是悄悄话吗？恨不得用上话筒了。对，我老婆年轻的时候也是不分时间地点欺负我。别人这年岁了，这些年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那个大伯，他们吵架是因为姐姐。石宁，你干什么呀？大哥，你倒是管管呀！小心女儿又要喊你失踪了。你娘娘打人肯定是有原因的啊！你问都不问就好了，你明显没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。我要跟你对峙，你一而再的打断我，是心虚吗？姐姐，再转移话题，我还打你，直到你肯说实话为止。你这是22，我也照打不误你。大哥，你看，哎，这啥孩子呀？还挺好睡的，多买一床回去啊。我讨厌大哥，是以为你7年前猥亵过我。我靠！吃我一下，自卑的。静，还说完了吗？我没有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，我是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。如果我做了，我就是畜生，我现在立马去死！我现在知道不是大哥，那个想猥亵我的人是你石青音。石宁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茵茵她是女孩子，她喜欢的是男孩，怎么可能对你这样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我呢？我们都是女孩子呀。7年前6月5日下午，我正在午睡，你撩起我的睡裙，还差点脱掉我的裤子。我醒了，你就被吓跑。我追出去，只看到了脸红心跳的江淮景，就怀疑是他。后面也是你告诉我是他从我房间里鬼鬼祟祟的出来，我才确认是他猥亵的我。我脸红是因为江大哥，别说。江淮景可是深情男二，石青音的头号舔狗，舍不得伤害他，肯定会帮忙隐瞒的。这7年，江淮景因为看光石青音，对石宁的宠爱都加倍给了石青音，对他百依百顺。女孩子的猥亵就不是伤害了，不管是7年前还是现在，石宁都没伤害过石青音。江淮景做深情男二之前，是石国强培养出来的干儿子，是以石宁为主的童养父。懂不懂深情男二的人设？江淮景为了石青音连命都不要。当年是看到青音光着身子从你的房间，所以我才。江大哥，我不还了。当年是石青音告诉我，看见你从我房间里跑出来，说女孩子不能把这种事说出去，不然会被嫌弃干净。你听过我说你常做噩梦，梦见我抢走你的爸爸，还抢走石家的财产，所以你对我才有意见。姐姐，江大哥，没问你就闭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赶紧给我说清楚，不然我打死你！说，当时就是看生物课本，对那方面有点好奇，我没有别的意思的，姐姐。你这个混账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她是你姐姐，即便你们都是女孩子，这也不行。你要不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你姐姐原谅你，我这个当妈的我也不会原谅你。道歉！就算小宁能原谅你，我这个当妈的我也不能原谅你，我打死你！哎，二太太，用这个金身手更有诚信了。不是。哎呀，爸爸！自从二叔一家搬进我们家，我们父子关系就不好，我跟大哥关系也不好。原来都是他们挑拨离间啊！要不让他们搬出石家吧？我让你不学好，别说是你爸爸供你大班上学的，爸爸给你大班的第一桶金，就说你大班也是最大的入股生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好啊，你还能跑是不是？啊，你给我乖乖站在这儿，让我打死你！给我站好！你别跑！爸爸，二婶就是打给你看的。爸能把公司干这么大，是你二叔弃学，大公供我上学，给了我第一桶金。哎，他们的恩情啊，比天还大。反正那个石青音不安好心，他这几年挑拨我们，过几10年说不定就会害死我。他们要是不搬出去，我就不回家了。乖女儿不喜欢，
放出咱家。你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。大哥，小宁，对不起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做了混账事，十分抱歉。二弟，这事儿是茵茵不对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太过分了，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。我还不是给小宁道歉。姐姐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希望姐姐可以原谅我。你这话和劈西西砍一刀有什么区别？一句道歉就想砍掉对我的伤害值，让我一键原谅你？小宁，对不起，是我这个做爸爸的没有管好女儿，给你道歉是应该的，你不原谅也是应该的，二叔都能理解。最好的道歉就是让我经历的伤害也让他承受一点。既然二叔这么有诚心道歉，不如找个人给猥亵实亲一下。不，茵茵是我女儿，我可不能做这事。如果你想打她一顿，或者用同样的方式把报复回来，二叔绝无二话。我才不要呢，谁知道会不会染上脏地？大哥，茵茵做出这种事，我们也没脸待在施家，所以我决定搬出去住。二弟啊，其实陈总，不要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，那更好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呀？今天搬吗？哎，快哥俩搬家公司吗？我这儿有人，马上要搬家。地址在黄家1号小区，40分钟左右可以吧？希望再快点，越快越好。二老爷不打算现吧？难道想让老爷挽留您？妹妹，本来我也想找搬家公司，我们去收东西去。走。赵管家这操作也太溜了，直接叫搬家公司，怪哥俩，笑死我了，阴阳怪气的。管家老是威胁石爸爸，你女儿不要你喽，石爸爸就秒怂。管家和爸爸就是很好磕。怎么都可只会害了你。我7年前让你拍石宁不雅照片，失败了不说，现在连旧事都被人翻出来了，害得我们还得搬出去住，失去了你大伯的信任。早知道石国强能发展的这么好，当初就不应该心软给他投资，要不然现在石氏集团董事长那就是我了。爸爸，我会想办法哄姐姐开心，让大伯重新信任我们的。最近先安分点，想办法获得秦鹤野的第一个好感，沈西肉也不能放，还有那个江淮姐，当时你大伯就信任你，要让他听你的话，石家就好办。我会努力的，太太。你没事多哄着点石宁，那只不过是一个被宠坏的那大小姐，哄着她跟秦鹤野离婚。为什么都姓石？石宁这么好命，投胎到豪门石家，还有那么一个无底线宠他的父亲，而我却只有一个自私自利，为了利益连自己女儿都能卖，还家暴的宝子。石宁怎么这么没心没肺，一点都不管她老公了吗？秦鹤也为了延迟城西地皮开工，在办公室舌战群儒，终于把事情压下来了。累得参议员手机，想要老婆安慰，结果一丁点信息都没有。大晚班瞬间就更累了，心灵碎得跟莲花，一半儿又一半儿啊。没事，秦鹤也又去休息室做好准备，等老婆找他要腹肌照了。腹肌照看过了，不稀罕了。石宁能要个把腹肌照去掉腹的照片吗？腹肌照去掉腹，那不就只剩下……闷骚男，这次我先主动吧，以后好好调教，让他主动。你不找我，我找你还不行。跟人体验更拽，不找你了，小雪。
笑不活了。秦鹤也真的好会装啊！为了拍一张认真工作的男人是最帅的，前前后后拍了几十张，而且还要挑最帅的角度。满意了才肯发给石宁看。裴特助要连夜去进修摄影师了，他家恋爱脑总裁总想要拍照片勾引老婆，他简直不要太爱了。让我来逗逗他。刚开完会。你在石家？是啊，我刚吃完饭。你吃了吗？没。现在都快2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吃饭？你老婆现在命令你，现在立刻放下工作去吃饭，要吃得饱饱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石宁怎么可以这么卡哇伊？秦鹤也饿的是肚子吗？想吃的是饭吗？他看看镜头啊，现在的石宁有多么羞涩可餐。对，秦鹤也快点吃饭，吃完才有力气加班干活。你去吃饭吧，我睡觉了。还有，你作为我老公，必须要跟我报备行程。我是占有欲很强的人，知道吗？都听我老婆的。这个汇报的好像说没味道了，可以亲我了吗？沉默寡言、一字千金的秦大总裁，竟然也这么碎碎念，差一点尿尿都给石宁报备上了。这反差，爱了爱了！快点跟秦鹤也说，不穿衣服最好看了，等1天了都，别吊我胃口了。我要睡觉啦，床有点大，2缺1。秦先生这么闲，要不过来陪一下？哎呀，这姑爷来了！哎，老爷，姑爷来了！我老婆说2缺1了，所以我就来了。那穿家里的舒服点。二小姐这是舍不得石家，所以将以佣人身份留下来，才这么积极的抢别人工作。姐姐玩什么游戏啊？2缺1，家里那么多人都可以，为什么非得把日理万机的你给叫回来？肯定耽误了你工作。姐姐就是这样任性，不管他人。秦爷，你可千万不要生姐的气。干什么？起开吧你！2缺1呢，等别人玩去。 2缺1这种床上游戏，我只能做我，其他人都不允许。爸，哎，下次回来早点说嘛，这么匆忙，家里什么都没准备。林林啊，大伯，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吩咐我，我也可以去做晚饭吧。你看你现在也长大了，马上也要搬出去了，学会自立自强。这样，你把我那张卡。 这可是一张每个月有500万额度的钻石卡啊！妹妹不会是舍不得吧？对别人的钱有这么强的占有欲？不会吧？不会。老兄和嫂子的，还给你大伯。我忘记放在哪里了，我现在就去找。大哥，年年结婚3年来，第一次带侄女婿回来，也算是第一次团圆。我想，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顿晚饭，再搬走？石总。 那宁宁觉得呢？可以啊。你带女婿先随便参观参观，我给咱安排晚饭。那去花园走走。去你房间走走，不是说好要好好的。希望一会儿秦鹤也看到那些东西，你们还能这样爱。 爸，钻卡我拿走了。可以啊，一会儿我去找人给你解冻，再给你提升500万的额度，够不够啊？
对了，大小姐这给你了，记得以后叫妹妹。我钱还很多呢。你再有钱，能有我老哥有钱。他的副卡超多钱的。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副卡？你没给过我副卡吗？没有。姐姐不愁衣穿，要副卡也没有用。这钻石卡给了江大哥，该不会反悔要回去？那新婚夜你给我的那张黑金色的卡是什么卡？主卡。是那全部是他的主卡。钱在哪里？哎，就在哪里。姑爷，李老爷真爱大小子。我明天把主卡也给宁宁，我把公司也给宁宁，我把位子传给宁宁，明天让她当董事长。你把主卡给了宁宁，副卡还在混小身上，那你以后的花销？我可以啃小吧？那宁宁还小，也没有学过金融，你把公司交给她管，你会不会？公司是我，宁宁是我女儿。非常好。石宁一个被宠坏的千金大小姐，哪里懂得管公司？肯定管得乱七八糟，到时候我才可以更好的运作，名正言顺的把财产转移到自己手里。之后集团破产，那都是因为石宁管理不善，也怀疑不到我身上。你没把卡收回去吗？不要你的臭钱，只喜欢我的钱。爱你的钱，更爱你的人。西周哥哥，你来啦！姐姐也回来了。西周哥哥，你要去见姐姐吗？以前都不用石青音喊，石英只要听到我来了，就会跑到2楼阳台迎接我。姐姐，西周哥哥带着你最喜欢的玫瑰花，你宁宁，你是不是脑子不太好？你自己未婚夫来了，自己就招待吧。你喊宁宁干嘛？老爷，二小姐身体不好，有点风寒，赶紧给自己弄点绿帽戴着，暖身。西周哥哥来了，我怕不叫姐姐她会生气，跟大伯吵架，所以才叫姐姐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宁宁跟贺野关系好得很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你不是要亲自下厨准备晚餐吗？去吧，让我来招待。老婆，哎，等等，先别乱动。石青音、沈西周在花园商量着怎么算计石宁和秦鹤野。等石宁下楼的时候，石青音约他到泳池，让沈西周和他解释表白，两人重归于好。沈西周要跟我表白，然后我们和好。石青音打算在吃晚饭的时候勾引秦鹤野，男人嘛，就喜欢表面看起来纯，私下对他主动的女人。其实石青音和秦鹤野也很般配，我要开始磕了。石青要在餐桌上勾引秦鹤野，其实石青音和秦鹤野更加般配。嘿。石青音找出来石宁给沈西周写的108封情书，一会儿搬家的时候要故意撒在地上。石青音作为沈西周的未婚妻，吃醋生气，撕掉情书。秦鹤野因为石宁写给沈西周的108封情书，狠狠吃醋，失去理智，无心工作，沈西周才会成功应付。石宁又重新写了108封情书给沈西周，秦鹤野黑化更进一步，再次把石宁囚禁在阁楼，天天作恨，还逼着他各种方式写情书。我要给沈西周写108封情书。你干嘛？去给你拿纸和笔。啊？拿纸笔干什么？石宁的反应怎么慢慢拍的感觉，真是呆呆的，很可爱。秦鹤也更可爱了，都箭在弦上了，石宁把他推开了，很生气，结果
也只是在那甩衬衫，吸引女配注意力。刚刚好像听到石宁要给沈西周写108封情书，所以秦河也才这么生气的吧？哎，这是拿纸笔给石宁写情书？哎呀，我只是吐槽弹幕啊，还被秦河也听见了。写吧。恶毒女配给男主重新写108封情书，被大反派发现后，也逼着女配给他写情书，天天逼着写不一样的情书。第一天，大反派抓着女配的手指，在她8块腹肌上一遍又一遍地写“石宁爱秦鹤也”。第二天，大反派不满足手指写情书了，用毛笔蘸水抓着女配的手，在她腹肌上、腿上写“石宁爱秦鹤也”。第3天用口红，第4天用亲吻，第5天，这群大黄丫头能给点有用的信息吗？你写啊，还要我教你怎么写吗？老婆不要他了，秦大反派眼睛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了，哭成烧水壶了。刚才有多冷酷，现在就有多可怜，像一只被主人抛弃的小奶狗。这反差，爱了爱了！恶毒女配，快点回头看看，为你哭成烧水壶的大反派，把他往死里欺负，满足我的爽点！什么？秦河也哭了？秦鹤也，你眼睛里有泪水呀？没有，你看错了。明明亲起来那么软的嘴，干嘛说话那么痒？石宁，哎，我知道你在别人面前都是软硬不吃的，但你别对我那么凶嘛。好了，说认真的，问你几个问题。第一次啊？什么？跟你所有都是第一次。秦大反派的意思是，第一次心动，第一次暗恋，第一次结婚，第一次幻想对象和女人的第一次，通通都是恶毒女配。不是跟你说这些，是问你别的。脑子不许向外，不许牛头不对马嘴。要是石青音勾引你，你会上钩吗？这勾了吗？他给你抛媚眼了啊！还在你面前把脸扯下了，这还不是勾吗？你以为是拿眼睛抽筋吗？至于拉低胸口这个动作，我从来没看过。除了礼貌，讲话必须看着对方的脸。秦大反派的余光都懒得分给其他女人。我要去做个笔记，只要你不出现，秦大反派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，这种爱意是藏不住的。那要是石青音把我写给沈西周的情书弄到你面前，你会怎么样？那都是你的过去了，是你的自由，不会怎么样。你死装什么呀？说一句吃醋你会死吗？说了就不用，吃醋就不用。大声点儿，我耳背听不到。大反派的嘴巴实在是太硬了，女配给我狠狠的亲他，亲到软。不老实的大反派，继续掐腹肌呀，狠狠的掐。哦，不对，把腹去掉。没用的，学学我们的赵管家。姑爷，大小姐不要你喽。不说你老婆就不要。说了就有用吗？吃醋就有用吗？怎么会没用呢？你是我老公，我是你老婆，你说出来，我们之间就没有误会了。我反而会因为你吃醋去哄你啊。我现在就哄你。恶毒女配也太会了吧！口红在身体写情书啊，一下子就把大反派的滔天怒火给撩得只剩欲火啊！这还只是小奖励，
大反派说吃醋了就能奖励，把大反派给吊得一愣一愣的，嘴角勾的耐克嘴似的。说错了，是把大反派给撩的很大，超级大。写好了？跟着我的手指念一遍。石宁有一点喜欢秦晖。这是我写给你的情书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是哄你的，也是奖励你的。奖励？奖励你说出你吃醋了，让我们少了一次误会。奖励还能这样？所以你以后吃醋了、误会了都要说出来。我希望有一天，喜欢这2个字能写成爱，也希望一点可以变成很爱很爱。好。不对，怎么有一丝危险的气息？我们来做点坏事吧。什么坏事？女配拉着大伙，还说要干坏事儿，这干坏事的过程能不能给我们看仔细呀？想干是怎么干的？我们是叫女配来搞事情的，不是叫她来搞老公的。说到搞，我有你们这群大黄丫头能不能单独做一出？这是我们男女主的频道，恶毒女主还有理了。所以到底是什么坏事嘞？